我昨天又迷路了。又迷路了？你怎么总是迷路？这次是去哪了？我想去一家新开的咖啡店，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店很有意思。我坐地铁去了，但是从地铁站出来以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。你用手机地图了吗？用了，但是手机说向北走，我不知道哪边是北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一个路痴。哈哈，原来是这样。路痴这个词用得很地道，没关系，很多人跟你一样分不清东南西北。那你问路人了吗？问了，我问一个叔叔，请问你知道那家新的咖啡店吗？他人很好，给我指了路，但是他输得太快了。他说什么在第2个路口左转，然后一直走，看到一个红色的楼就到了。我听完以后脑子一片空白。听起来是有点复杂。是啊，我最后还是没找到，就回家了。我觉得问路和听懂别人指路真的太难了。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学中文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你说的对，这确实是学习一个新语言的时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，在中国怎么问路，还有怎么听懂别人说的话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真的非常需要学习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怎么问路？你刚才说你问那个叔叔，请问你知道那家新的咖啡店吗？这样问其实没问题，很自然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我说错了。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几个最常用、最简单的问路句型，这样不管你想去哪儿都可以用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请问。请问，这个我知道，是 excuse me 的意思，表示礼貌。对，问问题以前先说请问，会让别人觉得你很有礼貌，也更愿意帮助你。说完请问，你就可以问你的问题了。最简单的问法是，请问一个地方在哪里？哦，在哪里？比如说，我想去洗手间，我可以问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完全正确，非常标准。或者你想去一个大一点的地方，比如北京有名的王府井大街，你可以问，请问王府井大街在哪里？我明白了，请问地方在哪里？这个很简单。还有一个也很有用，就是怎么走。怎么走的意思是 How do I get there？ 所以你也可以问，请问去王府井大街怎么走？去怎么走？这个也很好记。那这2个问法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在哪里更关心的是位置，可能别人会告诉你，哦，就在那边。怎么走更关心的是方法或者路线，别人可能会告诉你详细的走路或者坐车的路线。不过一般情况下，你用哪一个都可以，别人都能明白你的意思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一个是请问地方在哪里，一个是请问去地方怎么走。下次我迷路了，我就用这2个句子。对，先从这2个句子开始练习，说多了你就会觉得很自然了。好，那我问了之后就要听别人回答了，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难的部分。就像昨天那个叔叔说的，左转，我一下子就反应不过来。我明白，我们先来学习4个最基本的方向词，你肯定都学过，就是前、后、左、右。前、后、左、右，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 front, back, left, right。但是李明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一紧张就分不清左和右了。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？哈哈，是的，非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。不只是学中文的外国人，很多中国人自己有时候也会搞混。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快告诉我。
你一般用哪只手吃饭、写字？我用右手。好，在中国呀，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，所以你就记住，你写字、吃饭的那只手就是右边，另一只不常用的手就是左边。你现在可以举起你的右手，告诉自己，这是右。哦，有道理。我写字的手是右手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这个方法真好。对吧？很简单。然后前和后就更容易了。你的脸和眼睛朝向的方向就是前面，你的背在的方向就是后面。这个简单，前面、后面。现在我们把它们跟走这个字放在一起。如果别人告诉你往前走，意思就是 go straight。如果说往后走，就是 go back。往前走，往后走，明白了。那左和右呢？一般会说往左走或者往右走。所以你只要记住前后左右这4个字，再听到一个走字，你大概就能明白别人让你去哪个方向了。听你这么一分解，好像清楚多了。下次我再听到左，我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手。对，别着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反应。好的，那我学会了问，也知道了前后左右。那别人一般会怎么把这些词组成一个句子呢？好问题，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。假设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你想去故宫，故宫就在天安门的北边，也就是后面，你会怎么问？我会问，请问去故宫怎么走？很好，那我可能会这样回答你，用最简单的话，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。一直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直就是 always or continuously 的意思。所以一直往前走就是 keep going straight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词。哦，一直往前走，这个我听懂了。对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转弯，这时候你就会听到昨天那个叔叔说的词，就是转。转 turn。 是的，我们会说左转或者右转。左转就是 turn left， 右转就是 turn right。 左转，右转。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就是路口。路口。对，路口就是2条路交叉的地方 an intersection。 在中国的城市里呀，有很多路口，所以人们指路的时候非常喜欢用路口这个词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是一个文化知识点啊。可以这么说，所以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句子，在第一个路口左转，意思是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turn left。 在第一个路口左转。哇，这个句子非常清楚。第一个路口我能明白。对，或者在第2个路口右转，你只要数着你经过了几个路口就可以了，1、2、3，这个很简单。是的，在第一个路口左转，在第2个路口右转，太有用了，比昨天那个叔叔说的清楚多了。可能昨天那个叔叔就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你当时太紧张，没有听清楚第一个或者第2个。很有可能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会说很基本的路线了，但有时候路很长或者路口很多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帮助我们。别的东西，比如呢？比如红绿灯。红绿灯 traffic light， 我知道这个，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。是的，所以有时候人们不说在第几个路口，他们会说在那个红绿灯左转，或者一直往前走，
过了2个红绿灯就到了。哦，用红绿灯来数，这个方法也不错。过了2个红绿灯就是 pass 2 traffic lights。对，除了红绿灯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大的、容易看见的建筑，比如银行、商场、公园或者地铁站。这个我明白，就是用 landmarks。是的，比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往前走，看到一个中国银行，然后右转。看到一个中国银行，然后右转。这个非常清楚，因为银行很大，很容易看到。没错，其实我觉得学指路就像搭积木一样。搭积木 build blocks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前、后、左、右是我们最开始的最小的几块积木，然后我们把它们和走、转放在一起，就搭成了第一层。接着我们又加上了路口、红绿灯这些新的积木，最后我们再加上银行、商场这些更大的积木，一块一块的加上去，我们就能搭出一个完整又清楚的路线了。哇，李明，你这个比喻太好了，搭积木。这么一想，学指路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可怕、那么复杂的事情了。它是由很多个简单的小的部分组成的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下次你闻路的时候，如果听不懂一整句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试着去抓住那些你认识的积木，比如左、右、银行、红绿灯，抓住几个关键词，你大概也能明白意思。我今天真的学到太多了。我现在觉得，下次我肯定能找到那家咖啡店了。我相信你，多练习几次就好了。是啊，最重要的还是多练习。没错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关于万路和指路的聊天差不多也到这里了。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最重要的词和句子吧。好啊。我们在问路的时候要有礼貌，先说请问，然后可以用2个基本句型，一个是地方在哪里，还有一个是去地方怎么走。然后在听方向的时候要记住4个基本方向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。记住写字的手是右边。这个方法我记住了。还有一些重要的积木词，比如一直走、左转、右转，以及一些重要的地点名词，比如路口和红绿灯。把这些词组合起来，我们就能听懂甚至说出简单的路线了。太棒了，总结得真清楚。听了李明的解释，我现在真的有信心多了。那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，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因为找不到路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故事？或者，如果让你用中文告诉我们怎么从你家去你最喜欢的那个地方，你会怎么说？你可以试一试用今天学的中文词汇和句子来描述一下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每天中文就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